我想要抓的是阿公这个环境，阿公这个背景下给我的养分的这个核心精神是什么？我现在好像想要抓是精神，所以可能形象也好，实体的东西也好没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精神有种方式可以再延伸。Hello， 各位，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课程的支持。我们所有的名额都已经满了，那因为大家的踊跃支持，所以这次我们决定换一个更大更宽敞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在中山站的9号，很久的9号码的号，请各位注意一下自己的信箱，因为我们会发一个通知书给各位，请各位查看一下。然后再来呢，到8月31号以前，我们的早鸟优惠价都还是在的。所以如果各位非常有信心想直接报名我们的收费课程的话，请现在报，因为这样可以现省2500块。针对很多想上课但是报不进我们试听课的同学们，没关系。如果你们对我们课程非常有信心，那你就直接报名我们的缴费课程，我们会留10个座位给这种对于我们特别有信心的观众朋友来听。以上报告，感谢各位支持，谢谢。Hey yo, welcome to Pen Never 这位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立。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南台湾，到了台南，在台南车站前面的一家这个画廊，或者说一个替代空间，叫做海马回。然后这是伟翔第一次在这个比较白的、更接近于正式、更接近于现代画廊一点的一个空间展出。对，你这个展名叫什么？跟大家讲一下。展名叫来坐坐。对，然后这个主题就用意很想是把阿公家这个邀请人来家里做这件事情重新再现这样。然后这门口也是你画的？对，没错。你这拿什么亚克力哦？对，用亚克力，简单啊，就来家里做，然后也简易的，就是家里的房子，然后一样有一个很大的框，就是算是很象征，然后一样又有这个那个轨道门，就是大麦当劳，对，麦当劳。OK， 那我们往上走，来走。来，你先走，先走。哇，来，哎，你上次访完之后，阿公家那边后来就拆了吗？不到1个月就拆掉了。对，这对你的灵感有什么影响？灵感吗？情感上好像还是，就这个东西还一直在。那我的意思说，当他拆完之后，像你最近画画，你要拿什么去支撑你自己的灵感来源？最近有开始这件事情，就是阿公这个很强烈的东西，已经到现在已经第4年了。然后那个强烈的东西是有在模糊的，是有模糊的 ，fade away，对，是有在褪色，对，就是不管对他的形象也好，或是那种很心情上很强烈这件事情，它都是开始有点模糊在松动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心情是蛮沉重的，感觉在画画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就那个直接感是有在消失的，有在松动。我觉得可能还要再一点时间沉淀。对，我想这档结束之后，可能应该要3年到5年的时间，来沉淀这件事情。前几天画那一张，我也是画阿公，发现那个形象，不管他的样子，还是里面的这种很直接的感受，是跟之前的这个差距，这个时候的差距一年时间，可是差距已经拉了很开。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说那个问题，我觉得我还在消化。对，但心情是我觉得是难过的。哎，但我问你哦，你会不会想说，新的不去，旧的不来？虽然这是家乡回忆，对，一定是不舍得，但是说会不会你有一种放下重担，或者是说，有新东西可以来的一种感觉？我早上在想，很像是我要从孙子的角色看待我阿公这个家，我阿公这角度，很像是我要从孙子要长大，很像我要准备到成人的阶段。可是成人的角度跟小孩子的角度一定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画这所有的，就是小孩子很直接，难过、快乐是在里面是很直接表达。可是你到成人这个阶段，你对事情的角度不再那么的直接简单的，可能会更多一点东西，像你这样。你站在你阿公旁边，然后各位观众看一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衣服从上次大概是好像纯白，还是一件灰 T， 对，变到现在出现有这种对条纹衫的这种状态。然后就是很想回应我阿公那时候的衣服吧，还真的有因为连你那个拖鞋，对啊，现在其实都不一定那么好买。原本还有个领带啦，领带就是很直接是我阿公那时候的东西衣服这样。这一套就是从那时候留到现在的吧？应该不是你特别买的，不是，这件事啊，但是裤子都是阿公的。对，哇，
很厉害，这等于是遗物了。OK， 来，我们来谈谈作品。这一件，这两件有哪一件是上次我们在那个老家展的时候？有，这2个都有，就是他很直接到我阿公家的客厅，就是我阿公的桌子跟他的桌面这样。因为上次好像不是这样并成的展出的，那时候是放在地面的，对，那时候放在地面的，对，而且这个其实是2个不同的那个，就同个地板，但是你这个花一个大一个小，然后一个黑黑的烟灰缸，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的概念。对，没错。然后我讲一下这个楼层的空间，对，2楼跟3楼。那这个楼层我想做回应一下来做，就是很像是邀请外面的客人来我们家。对，那像2楼我的区分是很像是在室外空间。就是看一下转2楼，对，就很像是室外我们阿公家庭院外面有板豆，然后所以这边的主视所有内容跟灯光就是否很像在室外，那到楼上才是来到我阿公的客厅，就吃饱饭了进到房间里面去，就进到里面然后喝个茶，所以楼上是室内，2楼是室外，所以你们先来到室外，先来这边吃板豆，对。然后有一张画很好玩的是那张，它狗狗旁边那一张是，你说你第一次在老家展，因为老家展有2次，对，第一次这个你们应该都没看过，我们对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我阿公一进来大门，他有就那个铁轨的铁门，对，从2楼俯视下来的一对松柏这样，对，然后这个铁门是有透视的，由上往下这样透视的，这样的确没有，但这张狗狗是有，上次有，对，就是小黄这样。上次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画照片嘛？对，这个小黄是真的有这只狗，是同一只狗。对，是同一只狗，所以是真的有。然后你其实是依照你的记忆把它再给拉过来。对，原来是这个样子哦。现在开始意识到这种直接的记忆开始有松动，越来越，我觉得直接这件事情是有的，就还是保持有。可是那个很具体的象征是越来越被去掉了。之前的状态很像是你在小时候这个阶段，你是不需要准备的，对，有什么就画。我觉得这个时期很像这个状态，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这么丰富。对。可是到现在这个丰富度，可能我觉得有一些被包装的，开始有人说啊，你可能就是都是在画老家。这种你有这种压力了，有压力了，或是有这样的框架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动机全部都只是我想回应这个记忆，我不想模糊，所以我才做这件事。可是变成我好像都是一直拿我的家人或是老家来说事这样子，说这件事情。对。可是我画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想透过它当成一个目的或一个形式。对。我只是想把这个记忆。在我可能就像现在这个阶段，我已经松动了，然后就是因为松动了，我才开始意识到说，那这个松动跟之前的这种很直接具体的差异在哪？那现在松动，我也在思考说，我觉得不是内容生不生出来，是画出来那个过程跟结果，我发现跟我当初这种很明确的差异，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很难过的。我自己知道说我在画阿公，可是。之前可能我的堂姐啊，他们看都还知道说这是阿公，对。可是我用现阶段我画的这阿公给我堂姐，他们会认不出这是我阿公，就是那个形象或是里面的更真实这种过程感受，它是越来越远的。就他已经不是在讲你阿公这个人，他可能就是画面中一个老人了。对，就变成你说其实你是有压力的，因为原本刚开始大家可能还没那么知道邱伟翔是谁。对。然后后来有人知道你的这一切的缘起，这个。你是为什么开始画画？然后你们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等等？好，那现在问题又回来了，家也拆了，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你跟那个东西锚定在一起，对，就你对这个东西怎么跟他相处？我一开始先厘清说，想认识我的人，他的角色比较是商业的模式，对，像商业一郎好了，那。我的东西本来出发点纯粹是回应自己记忆这件事情跟感受，可是当商业跟这个挂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价值可以用价值等同的。对，那现阶段我能厘清的就是画画这件事情还是回归到真实这件事情。那可是这真实是会松动。我觉得我画画从之前都并不是一个很视觉上很完整的，或是内容是一个可能它媒材是铺陈铺得很漂亮，都不是。我的
画得很快，对画面它其实也很粗糙，可是我想掌握的就是这种很不完整、丑陋的、浊浊的这种东西，是我一直想抓的。可是这个抓的东西，如果套用在一个商业的这种模式的话，我发现是会有问题的。然后那时候花蛮多时间在理清商业的需求跟我画画这件事情它的连接在哪。才出成这展览的原因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商业性质的空间，所以我才答应这档展览。OK， 所以才有这个展览。那在整理这些作品期间，就是有个问题，就是一样就回归到我为什么又拿瓦工这一系列的东西再重现变成这次展览？我觉得某种程度很像是这个阶段整理完之后的一个据点。对，据点这个东西呢还是会一直在进行的。可是我想要讲的是比较是回应到土味这件事情，瓦工给我这些养分的土味，就是而不是只是很像很形象这件事情，或是一直都把老家这件事情拿出来讲。画画这件事情当初的出发点是否我个人这件事，对。可是当越来越多人关注，就会有这个回应的问题，这样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刚开始的确跟成长背景，阿公家什么东西有关，对。但是到了现在，其实你是把你更加归类为你画画的一种特性是直接，对，接地气，然后它甚至可以是一种土味，对吧？对。然后其实这也是不能说新方向，但是你一直在讲的一个价值观。我在做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强烈的，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在持续画的时候会想掌握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掌握，我发现那个松动开始会这件事情，它也会被影响到。对，所以还在需要一点。所以你说你还要3-5年找一个新的这种启动点，这样就是可能要再小化，然后再转换，然后最后内化，类似这样。对。这个特级红露酒上次是有还是没有？我有点好像没有，新的应该是新的，这是新的，对，红露酒是新的，就是应该是上一档结束，因为没多久我阿公生日，然后我就画了这张，因为我阿公就是喝红露酒，对，因为其实你不讲我不知道，因为红露酒是很多那种很多人上工之前喝的一种酒，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是看到的不是你阿公？但其实你阿公以前喝的就是这个酒，就是他阿公的朋友，他们都会带这些酒来，所以他们都会喝这些。然后这边其实跟板斗是有关系，包括这张是月光下的，对，这是你画中秋节嘛？对，就上一档，对。你告诉我说这是你画中秋节的时候，就是这边望过去，其实就是想否室外这件事情，人家来到庭院先来板斗吃东西这样，对。然后就是回应到板斗一定会有那个舞台，卡拉 OK， 就是有人在前面表演。然后这一档上次有在我阿公家也有呈现，所以他在这个位置这样。不是，我必须说这个打光真的打得很酷哎，它是2个这个遮色片还是这种？刚好是他镜头拿下来，他镜头是一颗一颗刚好打出来的。对，所以刚好很像回应到这颗球打上来的感觉。对，而且它又在一个很暗的角落这样子，所以就跟我阿公家那时候是没水没电的空间废墟，然后现在到这种白盒子，所以的差别又不太一样。上次在你废墟那个老家展的时候就是一只，然后有叼着鸡在后面。对。然后这只是2只的，对。然后就是从室外进来，很像板斗之前，你会把狗绑在一起，对，不然它会攻击人，对的视野，所以就刚刚从楼上一进来，这个视野就是很像是凝视被看到，凝视整个空间，对。然后这张是这张上一档我阿公家有展，在客厅，就是客厅里的用餐，就很像一进来就准备板斗没有食物，开始准备有饮料什么的，然后唱歌，然后最后才有食物出现这样。这都是虾这都海鲜冷盘这样。对啊，这是冷盘的。对，这真的是你阿公家会有的。对啊，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准备的。对。OK， 那我们现在你说2楼的空间是怎么样？来到室内空间。OK， 那我们上4楼空间看一下。然后一进来这边就是一样，从客厅就是有只小王，对，也是从内看到外的视野这样，
对，哎，你们这只小王是米格鲁是不是？对，米格鲁啊，所以它就不像那2只狗是土狗，它会被绑在那边。对，那是土狗，哦，这是宠物犬。也不算，就只是它在室内，因为它很聪明。OK，它很聪明，很有灵性。读书很重要。这面墙其实，在上一档在我阿公家空间有类似的形式，对，就是我阿公，然后一个圆桌上面摆满了菜。那我阿妈是在我第1档的时候有出现，第2档们应该没看过。对，那就是很像两个长者在这圆桌，然后回应了这些内容，这样。对。这些橘子，这个丝瓜好像是新画，对，新的。然后那个上面那个释迦，常年菜，还有蛋糕，对。而且你这边其实还 focus 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蛋糕，这个是你之前没有画，但桌照你之前是画过，对。对。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香蕉跟烟啊，对，这个香蕉跟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安排，就很跟我的阿公，就是他桌面上或是环境上一定会出现的烟灰缸。这个是那个橘子，橘子，对，橘子，橘子，哦，你这个布的布纹还是一点一点点出来的，对，早期有那种布纹织布的，对，和蓝点啊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个效果再现的很好，很到位。这就回到上次我们门口第一张，对，第1张迎接你的那个，对，就是它废墟，应该说被铲平前的最终样态就是长这样，对，这的确是等于说它已经是遗照了。对，你最后收官就收官在这边，然后，这是你画过你最满意的一张家吗？每一次的情境都不一样，应该说每个状态都是一个个体，我没有一个最满意的版本，没有，但它是最大的一张，对，它是最大，因为它是直接现场，我是在现场这个位置，我阿公家现场画了这件，对，就是它是最直接，它是在直接的空间画了这件，可是其他小张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室画。后来家里准备被拆之前，是真的有铺设木板、封墙的，所以等于说这张是他最后的一张写生了。对，最后这张写生，实体的写生。对，这一档到目前为止，等于你的这个老家的3次的展览当中，这一次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就是说据点段落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嘛，对不对？我觉得在整理，就这档在准备期间，有个问题就是作品量一直有，可是我觉得是来到一个白盒子空间这种直接性是有问题的。因为当初我在我阿公家这种很直接，我把相对的内容贴到相对的位置，对，那个视觉感或是那个内容是很直接的，会很强烈说明这一切。对，可是来到白盒子，我觉得就是开始。我连那个实体空间的记忆也没了，再来是到近期，连画这件事情内容也开始斩断了。我想要抓的是阿公这个环境，阿公这个背景下给我的养分的这个核心精神是什么？我现在好像想要抓是精神，所以可能形象也好，实体的东西也好没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精神有种方式可以再延伸。我觉得这就是我这一档结束之后要去思考跟消化的。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媒材或是什么材料，我觉得这个是这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并不是重点。我觉得是来自我刚刚讲那一块，要怎么消化、内化，然后转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一档之后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在做的。可是那个精神一定还会一直在。对，那我这样理解就很好玩。就这档展览，它其实最不是根据你这种很土根性质的一个展览。我画什么就直接展在那个地方。反倒是隔开来，然后放在一个很干净漂亮的空间里面的。哪怕下面你放个板凳的圆桌，但你都知道说这是个白空间嘛。对，没错。等于是你是在用这种方法来给他们展一个最后的样子。对。过去生命经验这件事情还是会再发生，对，就是他还是会记得，可是只是没像之前这么强烈。跟现在进行是就是白天这种跟人的照顾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归到生命的本质，人跟人这种过程中的这种精神交流，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一直在我的画里头会一直在成长，只是这成长的内容跟对象的形象不再那么是否阿公家，可是。这些过程的本质全部都还是关于人情
人情味或是土味，像这个东西，只是这个土味的形式可能就不会再一直否阿公家这种框架下的样子，这样，它还是回归到人跟人这件事情。那当然你说内容物，我可能当然可能是对象是老人，类似，可是我不是要画老人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本质的这个交集，我觉得那个还是很强烈，它一直在累积，只是这累积现阶段我的顺序是家人、老家、阿公家，可是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场域面对到它还在是一个累积阶段，对，那我觉得就是某个时期每个阶段可能就回应到那个时期，累积足够的时候再来回应，沉淀再来对应，这样很像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太会有空窗期 ，OK， 应该是不会有的。OK，反正无论怎么样，我对于你接下来要走出阿公家，然后面对当下生活的种种的这件事情，我是感到很期待，很兴奋啦，对，就看你能不能画出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样。老家这个东西，一辈子都会一直有这东西对出现，可是它并不是我生命不可能一直是否这件事情，可是很多东西它的本质是可以套用在别的对象物，可能这个长者曾经跟我说过这件事，跟我阿公曾经教过的事情，它是交集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本质精神还是一样。好，这样我们节目像闯到这边也差不多到最后，你可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这一档展览从什么时候展到什么时候吗？6月28到8月3号。OK， 6月28、8月3号。然后今天是7月5号，所以还有1个月时间可以来台南海马回看这样。OK， 好，希望喜欢伟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段时间，这一个类似于阿公家据点的，对，就是这个你成长走出来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再可以说这是最后的一场展览。对，所以如果真的有喜欢的，把握这个机会的，赶紧到台南海马回，在台南车站不远，然后就在这个展期内，我们好好的把伟翔阿公家最后一档展览，白盒子也是第一档的这个展览，好好看一遍。OK， 那这次 Panaverse 关于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